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上一集呢，我们为大家导览了普兰巴南的主要建筑，这个建造于西元9世纪，如今依然耸立超过1000年的印尼最大印度教建筑。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深入普兰巴南这个区域的内部，持续为大家探索这座庞大建筑群的奥秘。整个普兰巴南呢，有将近250座的寺庙，在这个园区呢，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探索，包含是租脚踏车啊，或者是搭游览车，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你的双脚啦。那普兰巴南呢，背后其实有一个神秘的故事。传说中呢，有一个王国的王子呢，他非常喜欢一个公主。但是呢，这个王国呢才刚征服完公主的国家，而且呢将公主的父亲所杀死了。就此呢，公主当然是坚决不愿意嫁给这个王子。但是呢，王子呢却步步紧逼。于是呢，公主便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如果王子能够在一夜之间建造出1000座寺庙的话嘛呢，那公主便同意王子的追求。王子呢，于是在魔鬼的协助下呢，成功建造了诸多的寺庙。就在成功建造第999座寺庙时呢，公主意识到王子很有可能会达成这个任务。于是呢，公主号召村民在村落的东边呢升起了熊熊的烈火，火光让公鸡呢以为是日出了，于是呢纷纷鸡鸣。魔鬼听到这个鸡鸣后呢，再加上看到东方的火光，就以为天要亮了，于是呢纷纷逃离。这下王子便无法完成这第1000座的寺庙。最后王子知道了公主的这个诡计，一怒之下呢，便将这个公主变成了石像，并融入到了第1000座寺庙里，也就是湿婆神的神庙。那相传呢，它也就是上一集所介绍的这个南靖墓的这个石像。那这个故事呢，必然不是真实的发生的嘛，但它也侧面反映出了这个普兰巴南建筑群这个佛庙林立的一个状态。那其中呢，3座非常知名的外围神庙，便是接下来要带大家去探索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探索的第一座寺庙呢，叫做塞乌寺。那它的意思呢，刚好就是前庙之寺，不过应该是跟刚刚的这个故事呢，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啦。因为呢，虽然这个寺庙呢是坐落于普兰巴南的景区，但是呢，它其实呢是一座佛教寺庙，的规模非常的大，那大约是由大概200多个小的佛寺所组成的。那比较可惜的是呢，它比较多的地方呢都已经遭到了地震所破坏了。据考察的年代呢，其实更胜于婆罗佛图的哦。那1960年呢出土的一个铭文之中呢，发现哇，这个塞乌寺呢，其实它主事的其实是文殊菩萨。那文殊菩萨呢，一般就是被认为是智慧的代表嘛。那名字的意思呢是妙吉祥的意思。那常会出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左侧。那跟普贤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呢，被认为是所谓的华严三圣。那相传呢，文殊菩萨呢早就已经成佛了。那指导的弟子呢，很多也都成佛了。因此呢，在许多的经文中呢，常还称呼他为佛母，或是说诸佛之师。但是呢，他为了要教化，然后呢利益众生呢，于是就化为了菩萨。一方面协助了释迦牟尼佛弘法，一方面呢又来帮助大家来普度众生。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是想要求知或是考试的话嘛，一般呢我们都会向文殊菩萨来祈求。好，那这座寺庙最大的特色呢，莫过于在佛寺门口有2个非常巨大的佛像了。那他们的梵语意思呢，其实就是门的守卫，那也就是门神的意思啦。那在爪哇岛或者说在巴厘岛的时候呢，一般呢都会被描绘为这位巨人的形象，那通常都是成对的方式的。那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当然有不同的形象。不过呢，这样的门神呢，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呢，它会展现出人类的特征，但是面部呢会较为凶恶，然后通常会手持武器。那门神呢，也非常常见于佛教或印度教里面。那不过呢，我们看到此处呢，它的武器呢看起来是已经被损毁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它这个巨人的特征。那在部分没有被损坏特别严重的佛寺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这个浮雕。那可以想象，在全盛时期的时候呢，必然这个塞乌寺是非常壮观的。那非常建议有来普兰巴南的旅客呢，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哦，因为它距离普兰巴南的主要神庙区呢，其实虽然说是有一段距离啦，但也因为如此呢，其实算是人烟罕至，然后呢，给每一个探索者呢一个很亲近的一个方式呢，可以去好好的认识这个被密封的故事。
那在塞乌市一旁呢，还有2个比较知名的佛教寺庙，一间叫做布拉寺，那被认为呢是塞乌寺最初的这个4个方位的这个延伸的方位神殿，那其中呢，它就被认为是南方神殿。那最后呢，在布拉寺一旁的是伦邦寺。那这个寺庙在发掘的时候呢，由于保存得非常良好，因此呢，被认为是当初在那个时期印度教跟佛教能够非常和谐相处的一个证据之一。那离开普兰巴南区域呢，我们接下来往市区的方向前进。那我们会来到一个更加静谧的一个印度教佛寺。那这个佛寺呢，被称之为三比萨里寺。那这个佛寺呢，它一样是建造于马达兰王国的。不过很特色的地方呢，是它跟现在的这个地平线相比呢，其实还低了大概6.5公尺。那整个建筑的形式呢，是由一个主殿，然后呢配上3个陪殿所形成的。那其中最具特色的呢，莫过于在主殿中呢还保有的林家。那这个形象呢，是以男女结合的形象来呈现的嘛。那这也就推测出来说，这座神庙的主祀呢，应该是湿婆神了。那如果说呢，大家是自行前往这个地方的话嘛，那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穿插在市区的景点，因为呢，这个地方其实离市区并不远，而且是叫 Grab 就能够叫到的，所以说也不用担心呢会找不到车回去市区。那不过呢，如果大家是在普兰巴南去逛完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嘛呢，其实不妨也可以让你的包车司机带你去，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哦，因为它其实就在普兰巴南通往市区的这个道路上。
那最后呢，就为各位补上前面几集我们在提到普罗佛图时所提到的孟都寺。那孟都寺呢，被认为是佛教信徒要前往顶礼普罗佛图的一个出发地。那每年呢，在卫赛节的时候呢，信徒就会从这个孟都寺出发，经过帕翁寺，最终抵达到普罗佛图。那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过普罗佛图这座印尼历史上最璀璨的这个文明瑰宝的话呢，就赶紧点击画面右上方的资讯卡吧，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那孟都寺呢，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室内保存非常良好的3尊佛像，那分别是中间的大日如来、左侧的观世音菩萨以及右侧的这个金刚手菩萨。那另外呢，在寺庙的一旁的这个大树呢，也会看到非常多当地人跟旅客在这个地方乘凉，然后远眺这座佛寺。那孟都寺一旁呢，还有一个很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修道院。那这里呢，融入了不同地方的这个佛教特色哦，而且是可以自由入内参观的，绝对是来孟都寺探访时候不可错过的地方哦。那修道院内呢，算是相当安静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来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文明旅游哦。那一踏入呢，就可以看到像这个普罗佛图的小佛塔在道路的两侧以及终点，然后呢，一旁我们还可以看到泰式的建筑跟泰式的佛像，然后呢，在园区的后头呢，还有融入了这个印尼风格的这个吴哥窟寺的这种建筑，那与吴哥窟风格的这个佛像，那当然呢也有巴厘岛式的这种哦，那可以说呢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佛像的联合国吧。那到这边呢，算是把日惹市郊的所有景点呢带大家都逛过一圈喽。那下一集呢，我们就会深入带大家去看日惹的4区。那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呢，可不只是市郊的这些宗教建筑呢，还包含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日惹的宇宙中轴线以及日惹皇宫等等。所以说，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接下来的旅游冒险影片的话嘛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我们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更多的知识影片呢，就在吉米的频道。让我们下部影片见吧，拜拜。